只有美國像這樣子的國家才會幹出這樣的蠢事。優秀的電戰機怎麼可以拿去當做電戰飛行表演的工具呢？好在人沒有死，這個飛機一架多少錢？6700萬美金。解放軍的無人的戰爭機器，群蜂無人機的話，它就有共同的 AI 指令可以去發布，所以這個才是以後攻台的時候最重要的利器。仿生魔鬼魚的潛航器，因為體積很小，它就可以避開聲納，很難被敵人發現得到，也是由 AI 來导控的水下作戰能力。好，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是美軍的咆哮者 EA-18G 空中相撞這一起事故怎麼回事？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另外是解放軍另外一頭呢，它正式的啟動了低成本的消耗戰。今天會來關心幾款武器，包括了殲6無人化，還有呢魔鬼魚現身。那麼美軍霸權正在被 AI 戰爭來重新改寫。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會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析。就是這一起事件，美軍最頂的咆哮者電子戰機在航空展上面為什麼會空中相撞？是單純的飛安的意外，還是說美軍全球的戰線真的已經拉太長了，開始出現一些戰力上面的透支呢？這是第一件事情會做關心。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還有第3件。是大陸的無人化戰爭時代正式開啟嗎？大量的發展它的 AI 的蜂群無人機、自殺無人機跟仿生潛航器。那麼美軍過去依賴的這些高科技武力優勢，還有高成本的武力優勢，是否被低成本戰爭快速的破解？那麼同樣來關心到是從俄烏戰爭，再到中東，再到台海。大陸正在改寫未來的戰爭規則，印太戰場接下來怎麼做發展？是無人化戰爭的時代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這個飛機相撞事件發生的地點就在美國的愛達荷州的航空展上面，2架美軍最先進的咆哮者電戰機在空中相撞之後還爆炸，所幸呢，最後4名機組人員成功的逃生，是沒有大礙的。之所以咆哮者非常的重要，因為它是最核心美軍的這個電子戰的主力，負責的項目包括它可以壓制敵軍的雷達、防空系統跟通訊網絡，被視為航母打擊群的開路先鋒。難道這一次出事跟它的戰力已經出現疲態有關係嗎？因為我們包括了了解，在前幾天美國的福特號航母也是先前這個像失火了一樣，大家就在看說是不是同樣也是戰力疲態呢？因為美軍的戰線實在開太長了，包括在伊朗有戰爭。那麼全球還要部署它的航母，不管在南海、在台海、在東海這邊，還要做這種高度的巡弋是不是因為已經被逼到了極限，所以才會發生這一類的事情呢？那上次哥怎麼看？首先呢，這起咆哮者兩架戰機的部分，真的像初看到畫面，你會覺得怎麼回事？你覺得他們在做特技嗎？就兩個飛機基本上已經抱在一起，然後旋轉，然後就爆炸，然後幸好就4個彈跳出來。不過這個消息雖然其實引起國際當中自媒體很大的討論，但是我先講有一個人完全不 care， 這個人叫川普啊。其實川普從北京回來之後呢，我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川普回來之後這幾天基本上幾乎每天都在發一些跟軍事有關的他的照片，而且不是合成照。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一直去拍，他一直登了好幾張他在中國大陸跟習近平一起閱兵。就是看到中國大陸那個儀仗隊，因為實在太驚人，他事實上也稱讚了好幾次。但你覺得他這個回來之後就一直在回味，所以好幾張，而且他還把他自己人穿軍服的年輕照片也都登出來。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會體現到說，現在這個美國的最高的這個總統領袖，他關心的此刻對於軍事可能有些觸動，因為美國現在最近都在講他們的這個電視上的評論都在講說啊，赫克賽斯完蛋了，因為很可能川普未來就要美國也要搞一個這樣的儀仗隊，會弄死人啊。好，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的話，我們對比來看一下這種所謂對於軍紀、對於軍威當中的體現，它當然本質就是很深、非常嚴格的訓練。在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這個航空展當中出現這樣子的意外，首先這咆哮者號對於美軍來說，雖然不是最厲害，但是已經算是頂尖應用的。不過我們首先先要講了航空展當中的這些駕駛員，他不見得是職業軍人。那麼航空展之後出現的部分的飛機，它也不見得是那種，因為講 fully equipped， 就是說全裝備的，所有在這裡頭，因為讓人匪夷所思。比如說這次這個新聞出現了之後，通常來講電子戰機它一定會有
非常厲害的設備。如果按照原來的時候，包括防撞有很多的警示的这樣子的這種提醒。但你難以想象，雖然在這個愛德華空軍基地的上空來講，大家可能飛來飛去，有一些可能協調上，可是你只要有靠近到一個驚人的地步，除非你手動把它關掉。所以呢，首先第一個部分，它不見得是這個現役軍人，你不見得能夠看得到他真的是所謂的現在的軍紀訓練的部分的問題。但是你就輕易的讓這樣，即使它的樣機靶，它就是類似這樣參展的表演機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你依舊還會發生這樣的錯誤。如果你真的是未來在調查當中，你甚至把它的主要是警戒系統關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東西其實還是體現出訓練問題。有個這種安全性，你怎麼會視為這麼樣的無視於這個當中的這個部分的風險呢？所以我想，其實這一波其實都會引起，其實從北京川普回來之後，其實對於很多方面，中國大陸體現的雖然只是一層儀仗對這種軍威的這個部分，但是在美國其實尤其在川普心中，我們確定了。包括赫格塞斯，可能他的餘波盪漾，因為這過去可能不是美軍訓練的重點。過去北京我們都知道，它有很多都是個人化的，其實一個小兵他也有些個人裁決的、決定的，在打仗當一些靈活性和機動性，這一點可能跟中國解放軍是不太一樣。可是呢，現在中國解放軍的這種集體訓練的特色，可能也恰好是美國所欠缺的。所以這次咆哮者的這個意外仗當中，我們有沒有看到了這一點？好，這個是來自尚志哥的觀察。那等一下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幹哥，又如何看這一起意外事故到底怎麼一回事？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嘛，中國現在呢打仗哦，它未來打的這一場戰就會是無人化的戰爭。那我們也來看到說，那未來戰場可能會出現的哪幾種武器？好 ，CG 上面我们已經非常清楚的這個圖片給它一張張的列出來了。來看到特別今天要關心到4款，第一個我們來看到的是殲6無人化自殺機，它其實就是退役的殲6改造成的無人機，這是第一個。第二張圖我們來看到的是蜂群無人機，這種打造的就是大規模的 AI 無人機的先鋒部隊哦，而且數量我們從畫面上可以看到非常多輛，一起海量的衝出來。第三種，可以看到它這個外形哦，就有點類似海洋生物。但是呢，它的聲呐是很難被辨識的，所以具備高度靜音跟自主導航能力，潛航可以達到上千公里。最後一個圖，我們來看到的是新式的最新的艦艇防空系統，可以攔截巡弋飛彈、無人機，甚至是高超音速的武器。代表大陸現在不只是有了無人機，會搭配的就是傳統的這些飛彈啊、導彈，來在未來的無人化戰場上面來特別做攻擊。那所以日本方面其實現在很擔心，他們最新出的是2026防衛白皮書，點名大陸的軍演、航艦活動、無人機擴張是目前日本最大的挑戰。兩個問題：新型的武器跟這個咆哮者的問題，幹哥怎麼看？好，我完全突然想到說。上次剛才講的那一點，我都沒注意到，為什麼？你知道？因為美國海軍在訓練飛行當中，他們會關掉警告器。為什麼？因為不斷的接近。這2架飛機是在那個 Mountain Home， 也就是愛達荷的基地。好，他們一起起飛的時候，然後你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一直不是 AI 生成哦。當後面的這一架，後面這架叫做僚機，前面這架叫長機，它竟然是騎上去貼在上面，因為貼得太近了。那為什麼前面會不知道？代表說它的警告系統好像被關掉了。為什麼？因為他們常常接近，他們不斷的接近，他們在所有的表演當中會有無數次的接近，所以吵死人，乾脆關掉。在這種情況底下，也訓練飛行員的膽識。所以美國海軍或是美國空軍的特技飛行員，他們都有一定的注意力，但是這一次的初步的調查已經知道了，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騎上了長機，然後雙因為輕微的碰撞，然後到了一定的高度，發現再也爬不上去的時候，只好4個人同時彈射逃生了。什麼叫4個人？每架飛機上面有2個人，他也有2個人，那2個人加起來4個人。彈射的時候，因為他們用的是馬丁貝克的00彈射儀，也就是0高度、0速度都可以彈射，坐在地上也可以彈得到半空中，所以這樣的彈射儀是非常的可靠的。那經過了50年的發展，馬丁貝克彈射儀保住了這4個人的性命。
可是現在我要講一句非常不客氣的話，是，請問一下 VAQ129中隊，你為什麼還會參加這樣子的飛行表演活動？那個是民間的活動，你現在所駕駛的 EA-18G Growler 咆哮者是什麼飛機？大家可能不知道。Growler 是美國海軍第一線，也可能是最後一種有人駕駛的電戰機了。什麼意思呢？因為 EA-18G 是唯一沒有被美國海軍、沒有被五角大廈砍掉的現役的4代機。為什麼？因為它的工作是電子作戰，也就是說，當你要攻擊一個地點的時候，一隊電戰機先到前面，它根本不叫咆哮者，因為它根本一點聲音都沒有，它不會發出任何的警告，它實在是靜默的殺手。為什麼？因為它不但會干擾現場方圓數百公里之內所有的雷達系統都被它干擾掉，所以美國為什麼在多少次的突穿行動中，不管它是打伊拉克打哪裡，你就會發現說，前面的雷達系統完全沒有反應，就是被它干擾的。是，這種飛機很貴的，你怎麼拿去飛行表演？我對於飛行表演一向是深惡痛絕，因為這種東西只會損傷人命而已。好，這些事情我們已經看到了，標準的人為疏失造成的。美國海軍，你還要再繼續這樣下去嗎？你已經沒有太多飛機了，為什麼？因為 F-18的產線準備要關閉了，將來都只有把金錢放在 F-35上面，所以像這樣子優秀的電戰機，怎麼可以拿去當做電戰飛行的那個飛行表演的工具呢？好在人沒有死，但是我問你，這個飛機一架多少錢？大家知道嗎？6700萬美金，那是換算成人民幣是多少？所以大家就想，只有美國啊，像這樣子的國家才會幹出這樣的蠢事。我們再來看，現在解放軍的這4種無人的那個戰爭機器，殲6，好，我們現在第一個講殲6，不過我不客氣的批評，殲6無人機是不如他想象中那麼厲害。也就是說，可能在台灣的面對台灣的沿海部署了500架，對不對？那種殲6的無人機，這都是用無線電遙控的。用無線電遙控的東西通常是不可靠的，所以說像這樣的無人機它很大，為什麼？因為它就是從米格19改過來的。那米格19是在米格系列之中是在蘇聯提供給盟邦的飛機裡面是最不好用、最讓人討厭的飛機。不過中國空軍那時候因為還沒有到米格21的突破，所以米格19造了4000架，所以現在拿來當無人機，正好用。為什麼？他們退役很久了。是，但這種用無線電遙控的無人機的性能，絕對比不上現在的大疆無人機。OK， 好，那再來看群蜂無人機，就是我現在講的大疆了，這才是真正的 AI 的，這才是用 AI 的整個軟體去開發出來的先鋒的那個無人機部隊，它的成本低，而且它的協調，米格19、殲6它怎麼樣協調？沒有辦法協調，它就單純的指令就去了，然後有去就是無回。可是這些群蜂无人機的話，它就有共同的 AI 指令可以去發布，所以這個才是以後攻台的時候最重要的利器。再來，我們看仿生魔鬼魚的潛航器，這個畫面你可以看起來很像什麼？很像福鴻，對，就是福鴻，它的外形就是仿照那個福鴻所這個改造而來的。那它呢，絕對不是一個人出去，它會有10幾艘一起出去，因為體積很小，它就可以避開聲納。什麼叫避開聲納？就是說我今天讓你聲納探測不到，我體積很小，然後我的那個在水下的那個運動性能很好，所以說我們在一起出去探測、一起標定目標的時候，很難被敵人發現得到，所以我們就可以指揮什麼？我們就可以指揮水下作戰跟水雷的布防。所以你看到這個仿生魔鬼魚啊，你就會覺得說，你好像看到了一隻福鴻。其實當你看到一隻的時候，你就要想到後面有10幾隻，很可怕的。像這樣子的東西，其實老實講一句，它很快就會變成什麼？也是由 AI 來導控的水下作戰能力。這個才是我們要注意的。那最後一樣是最可怕的，新式艦艇防空系統，這個叫做終端防空系統，其實很像美國的 SPY-6，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神盾防空系統，只是大陸沒有，就是說我們現在解放軍沒有明白講，這個就是中國版的 SPY-6，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就是終端防空系統，也就是說它是介於紅旗9跟1130近迫武器系統之間的那一塊，因為紅旗9是高空，1130近迫系統是近海，但是中間的空域常常没有填補。那現在這個系統就是用來填補它的，所以這個系統老實講一句，它還具備抗電磁干擾的能力。這個系統服役以後，解放軍海軍才會真的彌補它缺少的那一塊。所以整個系統當它成熟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解放軍的無人化會成為以後各國都必須要去學習的對象。當然，我們也很期待說，有一天真的有實際的一些這個作戰，或是一些想定，或是一些演習當然我們不能依靠實戰，可是我們可以依靠一些演習來驗證這些新式裝備的有效性跟可行性。我覺得那天是可以被預期的。好，那麼接着就來看到說，那麼一系列中國大陸這邊推出的這種無人化戰爭的武器，又会接下來如何影響到台海，甚至是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進入無人化戰爭時代会怎麼樣發展？聶老師怎麼看？我先補充一下，剛剛看到了2架飛機撞了。我從小在軍人長大，我很想開飛機，我有開飛機的夢。那我眼睛也非常好。當我以前分數考太高，就国防醫學院。好 ，anyway， 重點是我膽子也很大，可是人家跟我說，你去了以後，你只要做危險駕駛，你馬上就不能飛了。所以我講膽識可以，但是不能做危險駕駛，也就是他膽識太大。我要講的是另外一面，就是美國的人或者太散。你剛剛講到那個戰，不是說他拉太長，我覺得他拉太深，而且弄太久，他的已經真的叫戰力疲憊。還有人，你剛看去年啊，这川普為了他的生日，請問一下，這個6月10號做了什麼東西？在美國軍演，他的軍演你有發覺這個他們是用散步的。好像有人說這是美國的習慣，就是美國就比較自由，但是我跟你講就不嚴謹。那就是為什麼呢？他到了習近平那邊看到軍操這麼棒，他就開始把以前的軍服穿起來。因為他以前在紐約軍事學校的時候，他在20歲的時候，他做過軍操的一隊，他還在第5大道收費，你知道嗎？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他已經散掉了，所以才會發覺不嚴謹、太散就會出現美國現在的狀況。那我先講第二個，就是各位想一下無人機這個世界在去年已經1年哦。去年當大疆無人機量產到全世界都看到各種模型都做出來的時候，美國有嚇到。在尼克森總統1960年代的時候，記住當時的俄國是全球航太第一的，美國根本追不上。可是尼克森總統真的大肆破例的弄了拉薩，就喊出我們要做航天計劃，有沒有贏了俄國啊？但現在呢？那個赫克塞斯在戰爭部之前叫國防部，還沒轉戰爭部之前還是國防部長的時候，在五角大廈於是拿了無人機跟大家講說，我們美國要開始發展無人機計劃。美國很有魄力哦，的確有發展，但是跟中國不能學，而且他現在是學中國的，是趕不上中國了。所以我講為什麼會趕不上，答案很簡單。其實我們講我們的中國大陸對岸其實做了非常多很深入，而且很早就 foresight 看到未來深入的基金的計劃，也就是對科技的大基金的投入。2014年投入了1000多億，2019年2000多億，2023、24，當美國又質押的時候，他投入了更多的金錢。他打 AI、打5G、打半導體、打晶片，請問中國做到了什麼？現在看到的無人計劃全部出現。最重要的，這個科技提升了2個，第一個一吸2 Q， 成本低，量大。那當然，你當品到全世界，它很內捲啊，這沒辦法。第3個還有重要叫 quality 高。值啊，這個 Q 最重要，而這個呢是有 AI backup 的，有 AI support， 這更厲害。也就是你現在所講的，不管是蜂群無人機等等，是最叫做 AI 蜂群無人機。包括你看，這巴基斯坦會打過印度，當時用的標風，用殲10，為什麼呢？它因為有 AI 的配套，當然還有它的這霹靂15。我要講的是，因為你的 AI 介入，你就會發現你什麼都變了。因為中國，你不要說晶片被克制，但是成熟製程全部。真的遍地開花的 AI 在中國到處都是。我必須講一下，我們都在講嘛 ，AI 是我們的未來。你懂 AI 就有未來。一個國家也是這樣，你有了充分
開發 AI、發展 AI、充分運用 AI， 這個國家軍事實力也好，航太能力也好，一定往上。現在中國只缺最先進製程，比如台積電或者美國在3納米以下的所有東西更精密的東西。當然那個是最終極戰，但是在其他的，他們現在很多這種量器，比如晶片堆疊，也已經達到他們很多的效果。我要講的最後一個答案就是非常重要，因為思敏問到無人機的這個改變戰場，當然現在可以看到所有東西他們都無人化。這個是非常聰明的，包括我剛剛講個 J6，雖然它是以前進不了第5代這個戰機的，它一定要淘汰，也不能浪費啊！中國聰明到這樣，把這種舊戰機沒有用置入 AI， 讓它一樣活起來，而且用 AI 去打。我跟你講，這個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因此啊，你看到大疆的量產，看到美國想學，你就知道整個世界已經變了。來看到川習會前，現在呢正式的軍事攤牌了。我們看到解放軍的部分，遼寧艦南下單挑7國聯軍，等一下會一起來看哦。還包括了海警現在打臉日本的右翼。機關炮都已經瞄準要強勢驅離日本的賀丸號。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一個比較細部的關心。先來看到呢，美日菲為主的這個國家組成的7國的2026肩並肩聯合軍演，這一次可以說是動用的兵力，他們說是歷年來最大，一共是17000名的兵力。那麼日本出動了它的1.9萬噸的這一個伊勢號直升機來做護衛艦的領軍，大約有10艘的軍艦，總噸位可以達到了10萬噸，包括了驅逐艦、巡防艦都在這當中。那麼在這一場軍演當中，他們也試射了88式反艦飛彈，擊沉了8船。但是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如何來做應對呢？出動了包括在南部戰區的部分，我們幫觀眾朋友統整一下。非常大的戰力哦，6萬噸的遼寧艦航母戰鬥群一起南下，當中關心到的是四川艦4萬噸的這個四川艦準航母，再加上055跟052D 哦，再加上還有來自於14艘這麼多的一個艦艇，總噸位超過了20萬噸。當中包括了來自於這個驅逐艦、護衛艦跟補給艦，並且在這邊試射了鷹擊20高超音速反艦導彈。我們先來關心一下四川艦的戰力，在這一場軍演當中特別的備受關注，因為呢，它可以說是被大家視為是接下來的一個準航母哦、準航艦哦，它裡面的戰力包括有電磁彈射跟攔阻系統上艦之外，還說可以跨航艦來支援哦。再來就是說，它可以起降固定翼的戰機加無人機，點名可以在上面操作的就是殲35，定位上不再只是2棲艦，而是介在包括了2棲跟輕型的航艦之間的一個戰力，並且它是自帶空優的。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剛好是在習川會的前夕秀出了軍事的肌肉，雙方現在是在比上軍事上面的角力，誰比較佔上風，才可以在接下來的談判桌上有更好的溝通嗎？委員怎麼看？是，我想習川會到底會不會真的如同外界預期的會面？我認為現在還是有很大的變數哦，因為習川會能不能夠會，關鍵一定是在伊朗的戰場哦。那麼究竟要如何先畫上一個休止符？如果美國最後忍不住在伊朗仍然這個大開殺戒的全面開打了哦，那麼我也不認為習近平會在這個時刻去見川普，因為畢竟美國正在打的是中國大陸的盟友哦。那麼兩個人見面恐怕也很尷尬吧？哦，那麼究竟伊朗這件事情的責任該如何歸屬？那好了，就是我要看看這一次的這個軍事演習哦。其實大家剛才看到了，思敏給各位看到那個電視牆的數據就知道啦。再怎麼盛大的聯合軍演，總噸位10萬噸，中國大陸隨便派一群艦隊下來，總噸位20萬噸，哈，這就是差別了。各位了解嗎？就你在人家家門口去搞個軍演，然後你們每一個國家都千里迢迢的跑過來。可是呢，因為你在我家門口，所以我隨便派一下看家護院，我的人就已經比你多了啊。所以你真的認為說這樣的一個軍事演習能夠對中國大陸造成什麼樣的威嚇效果？我是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那你更不要提到說，美國已經自己把它全球的這個國際秩序領導者這樣的一個地位，自己親手給摧毀掉了。所以如果我們現在看軍演，那麼就是一時一地的一個事件。可如果你把這個整個格局放得更大，你把整個地球當做一個棋盤來看，那麼你就會發現這個軍演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我曾經在這個節目跟各位提過，這個布里辛斯基寫了《大棋盤》，
在這個幾十年中，他寫了第2本書，叫做《第二次機會》（The Second Chance）。他這本書就講了什麼？他說美國有第一次機會是在2次世界大戰之後，可是美國沒有好好的把握住。接下來呢，上帝再給美國第2次機會，1991年冷戰結束，美國會成為單極霸權，這是美國的第2次機會，要牢牢抓住。他在這本書上講了什麼？他說，如果你要抓住了這次機會，你要建立一個長期穩固的國際秩序哦。可是你看，現在美國在做的是什麼？是反向而行的，他在破壞整個這個國際秩序，在打垮所有的國際的遊戲規則。然後他提醒了美國2件事，他說：第一，正當性比力量更重要。這就是美中現在的實力的消長啊。你說中國大陸現在的力量一定超越美國嗎？未必。可是中國大陸為什麼在全球的正當性的地位在逐步的提升呢？因為他沒有用以力服人、以力壓人的这種做法，而美國正在持續的做這件事情。美國在發揮它的力量，而他忽略了正當性。這本書就提醒美國的第2件事情，不要過度使用武力。所以你看，美國果然就陷入了這個僵局。我剛才提到的，這是一場沒有出口的戰爭啊。可是美國現在還在迷信這件事情。你光看到這場軍事演習，就他們認為，就是我用軍事力量就可以展現我的威嚇，那麼對中國大陸造成牽制。可是殊不知，全球的整個地緣政治的格局已經改變了。伊朗的這場戰爭徹底的摧毀了美國的霸權地位了，就讓大家看破了美國的手腳了。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就算日本來了啦，菲律賓來了，然後再來了一些有的沒的國家一起來這個湊湊熱鬧，你們敢做什麼呢？你們敢打中國嗎？真的跟中國發生衝突的時候，假設退1萬步，這20萬噸跟你這10萬噸就在南海開打一場，你們敢打嗎？打得贏嗎？好，我們看到這個西川會前，所以看到這個以美中為首的軍事力量現在全部進出。那以軍事面，我們也請幹哥來做一下分析。因為這一次我們看到解放軍帶的不是一個普通的編隊，我們昨天聊包括有這個準航母四川艦之外，其實還有這個今天特別聊到的是再加上14艘的艦艇，是一個完整的編隊。現在被說這些戰力是超乎想象，那幹哥又怎麼看？因為說句實在話，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一定是以母艦為中心，但這一次南下不太一樣，因為遼寧號它帶了新造的076 2棲攻擊母艦，叫做四川號下去。因為四川號跟它的前身075海南艦不太一樣，因為為什麼？因為前面的那艘075是標準的2棲突擊艦。但是到076就變得搖身一變，它不是單純的2棲突擊艦，它等於是準航母了，它等於是小航母了，它只比遼寧號小一點。為什麼？因為它有電磁彈射系統，它就可以彈射殲35戰鬥機，它的彈射的能力可能會造成076要比遼寧號還要來得先進。大家了解了嗎？為什麼？因為它是後來才造的。遼寧號是第一艘我們國產的航母，對不對？當然，這個076它的技術水準是要跟現在的福建號來相提並論的。然後呢，它有2個艦橋，就是2個艦島。2個艦島是什麼意思？這種設計只出現在另外一個國家，就是英國的威爾斯親王號上面。也就是說，前艦島是航海用的，後艦島是戰鬥機發進的準備艦島。也就是說，它的責任跟範圍遠遠超過了2棲突擊艦的設計。那這一次遼寧艦伴隨着四川艦一起下去面對，也等於是說去跟那個肩並肩，就是說美菲日之間的肩並肩軍演互別苗頭，所以這個味道很不一樣。為什麼？因為一般而言，2棲突擊艦不會跟航空母艦戰鬥群一起行動，因為任務不同。那這次我帶着你四川艦去，代表什麼？我們要聯合訓練。聯合訓練什麼？當然是殲35啊，藍沙戰機。今天我是不是能夠在你的四川艦上面幹嘛？非常 smooth 的起飛，也非常順利的降落。還有另外一樣東西。叫無人機攻擊11，攻擊11無人機是現在我們最翹首期盼的，那叫做重型無人機，好嗎？攻擊11無人機這次要驗證它究竟能不能夠在海上去執行應該它要負擔的打擊任務，就有點像美國的女武神計劃
女武神無人機計劃。如果說攻擊11無人機能夠在像這樣子的4萬噸的準航母上面起降，而且用的是電磁彈射，這個意義完全不一樣。所以大家要曉得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解放軍的艦隊、編隊，它都有不同的意涵存在。它今天如果說能夠進展到這個程度，再下來的艦隊就更加的不一樣，會有更多的076，會有更多的075，代表在正規的航空母艦戰鬥群之外，我們還有閃電航母，也就是帶着像 F-35這樣子的閃電戰鬥機，可以進行一般航母之外更多的任務。這就是整個這次的演習最大的意義。好，謝謝幹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在南海現在非常的不平靜之外，其實呢，我們來看到第2在海上的戰場，現在是在這個釣魚島的附近，說是開啟了第2戰場，原因是呢，中國4艘海警船直接搭載了機關炮驅離在裡面開進來的日本的賀丸號，更是一度與日本的巡邏船來對峙。那海警船當然是立刻對日本發出了警告，叫他們不要挑衅等等的。那賀丸号带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過去呢曾經多次被指違規進入在釣魚島的海域，那是由日本的右翼人士捐款購置的漁船，所以一直被視為是不是右翼的一個象徵。那也代表說大陸在接下來在釣魚島這邊會常態化的做一個武裝的維權嗎？那岳老師又怎麼看？這個跟剛剛那個南海發生的那個076就四川艦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四川艦是一個無人機的航母，4萬噸，這個是展現了中國海軍的威力。那這邊講的賀丸號的一個驅逐的事情啊，是一個碰瓷不成啊，就有點像是鬧劇一樣的感覺。我首先強調什麼叫賀丸號啊？它的的確是原來這個有一個這個中建軍啊，就是日本人啊，他成立一個尖閣島守護會。裡面所專門購買的這個，其實嚴格大家看一下，這個賀丸號叫賀丸號漁船了。啊，它这非常小了，就這個大小也不敢公布啊。但是呢，它負有一個任務，它什麼任務呢？原來啊，這個豐臣秀吉的旗艦就叫賀丸了啊。這個小船用了大名字啊，我乍看一下發覺，哎，這好像是紙做的一樣那種感覺啊。那大家心裡要了解這個事情為什麼？首先第一點呢，就是說這個在釣魚島裡面的事情的話呢，大陸是很明確的守了釣魚島裡面的主權的維護，不是維護了，就是在那邊固定的巡航已經超過1年的時間了啊，所以說這個賀丸號是過來想要弄一弄，講了。當然了，有一些右翼的人士在那邊大喊什麼不惜一戰什麼的就講了。但是大陸這邊這個船還沒過來，就直接就扇了2巴掌就完了，就不了了之了。這是第一點，就是說，但是它代表的意義呢，就是除了就是馬上把這種碰瓷的事件這個解決了以後呢，另外呢，它是完全按照國際法的裡面以主權國家，它就是有管控啊，有警告啊，有取證啊，而且現場取證，那麼做得非常直接。然后第3點的話呢，就是大陸現在呢，在這個釣魚島的事情，面對日本的話呢，這個層級拉得非常高，就是說可能在南海那邊的話呢，就是避免擦槍走火，即使要開始的話，因為大家也知道，大家南海裡面派出來的部隊就是那個整個菲律賓演習的這個比例是非常高。但是的話呢，在釣魚島這邊的話呢，我覺得大陸這一次是有意識要拿這個賀丸號啊，那個給他一點這個顏色瞧瞧。所以賀丸號一看到情況沾不了好處，就馬上連滾帶跑就跑掉了啊。所以說呢，這裡面可以講的很明顯的一點就是說，這個大陸面對於釣魚島的事情呢，根本就不容許日本的右翼人士管你什麼賀丸什麼大丸的，通通都不准你在裡面做事情啊。在這種情況下，就是要確保釣魚島的主權。習專會這一場會哦，被大家說這個利益交換成型，有哪一些呢？今天我們就細節會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解析，包括了在美國晶片上面的解禁，還有呢中國大陸持續卡稀土，會不會有做一些鬆綁呢？再來我們會討論到的是有關於中美軍力的消長，是否正從此刻開始已經開始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明顯的交叉出來的呢？那這一場習川會，觀眾朋友可以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現在
在是中國大陸比較戰勝一籌的話，你可以在留言寫1；如果認為美國比較勝一籌的話，歡迎在留言板寫2，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討論跟互動。好，我們先來關心到的是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也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一下解答。因為呢，現在是說 H200會開放給中國大陸的10家企業，那會不會呢？除了 H200，接下來會不會是更進階的，包括了 Blackwell， 甚至是艾斯摩爾的設備？它的光刻機也會被納入在交換的條件當中呢，因為美國最希望拿到手的就是來自於大陸的稀土的。好，再來就是有關於美國的軍力問題了。因為呢，美國雖然很想要拿到稀土，但是我們看到它現在目前所要做的事情是一邊要援助俄烏戰爭，一邊又有中東戰事不斷的消耗它的彈藥、它的武器庫存。所以接下來它的軍事優勢還是可以持續維持住嗎？還是會被稀土給反掐住呢？第3件事情，我們也會來看這一場習川會之後，大家在解讀是不是中美軍力的消長已經可以開始出現一些明顯的變化，甚至有出現東升西降的這樣子的一個傾向呢？還是美國其實還是可以靠着科技跟盟友體系來持續維持自己在全球的軍事霸權、軍事主導權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習川會談到現在，其實呢很多的細節是沒有公布的，但是我們今天特別報道也幫觀眾朋友整理出了目前雙方有達成的一些條件，有共識的一些條件。我們先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承諾給美國採購的一些清單。那中國的承諾很多都是從美方自己這邊親自的說法，所以我們也來看到他們怎麼說。首先，貝森特說大陸已經承諾購買200架波音的飛機了。那麼在大豆上面呢，現在說中國大陸會擴大採購美國的大豆，至於數量現在還是未知的，所以這邊先打一個圈。再來看的是農產品，這個也是打圈的，來自於川普的說法，大陸會採購美國數百億的美元的農產品。至於牛肉，現在也是打一個圈的，本來一度是說要暫停出口，但是現在已經確定了美國牛肉是可以出口的，已經拿到了許可證。台灣議題到現在呢，其實白宮既要沒有提，而且也都沒有被討論到，但是美國官員的說法是未來幾天之後，有關於台灣的問題就會被拿上這個台面來做談判。好，再來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美國放行了什麼東西呢？現在來看到特別聚焦就是在晶片了。10家的中企可以買 H200，最多可以購入75000顆，這指的是一家企業可以拿到7萬多顆。那現在被開放的企業被指出，包括了騰訊跟富士康都可以做購買。但是問題來了，大陸有需要去買，或者是大陸真的會願意去買嗎？大陸的政府會放行去買嗎？這些都是問題。巴龍週刊說，川普放行所剩的版圖甚大。那我們也來看到說，專家也做了預測，除了可能在 H200現在做開放之外，會不會美國為了要稀土，還會開放艾斯摩爾的設備，甚至是 Blackwell 來一起做交換呢？那有關於稀土的問題，美國貿易的代表格里爾則是說，大陸的稀土的出口改善，但是呢有所改善，部分仍然是拖拖拉拉的，到現在。很多的部分都還是被卡關的，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尚志哥，以這一場習川會來看，目前到底中美誰比較略勝一籌？再來有關於晶片的部分，先是 H200放行，接下來有沒有可能 Blackwell 甚至是艾斯摩爾設備都被納入在交易當中？那大陸會想要買嗎 ？H200，尚志哥就這些問題怎麼看？好，在這次談完川習會之後呢，其實我們先看盧比歐啊。盧比歐一開始說，有關於這個科技晶片完全不談，也不是這次的重點，所以一開始都覺得這跟晶片沒有什麼關係。可是之後呢，又立刻傳出說，美國方面有可能會放行 H200。當然，現在這都是傳說哈。要知道，美國對於其實 H200哈，早前商務部就已經同意是可以賣的。可是呢，最後其實，在輝達在丟這個申請的時候，卡了好久，真的卡了大半年以上。而在卡了半天之後呢，又說美國政府要徵收15%的部分的這個獲利。然後呢，於是到最後真正拖延一段時間之後，中國大陸最後就不買了。一開始覺得應該有些零星會買，包括這次也說，哇，中國大陸有10家，騰訊啊、富士康都很想買，所以就賣給你。可是事實上最後來講，中國大陸一片都不買啊。所以這裡頭其實看到
其實這還始終是中美博弈當中，我們講本質就是有關於科技，包括晶片這件事情，尤其這是涉及到 AI 晶片。那這個部分其實到底誰放誰收呢？美國即使現在看起來，如果要放的話，這可對於美國內部鷹派來說，這難以想象、不可接受的哦，一定會有美國內部會有很多的阻力，之後會不會又因為阻力又改變呢？所以其實美國現在說要賣，到真正賣成了，以我們過去看 H200在前半年的部分，其實也都是卡關的。所以同時拉回到中國大陸，你說中國大陸難道就真的飢渴嗎？歷經了這超過半年以上的有這 H200這個晶片的這個爭議。那麼從黃仁勳來說 ，NVIDIA 當然我為你特別做了，我當然很希望能夠賣給你。你說的後門問題啊等等之類的，我都已經完全克服解決了。但問題是中國大陸現在只是為了要晶片有算力嗎？我們都其實最近知道，其實中國大陸在做的一件事情，我想最新的消息是中芯國際新開了2條非常大的動線。等同是投資了2個全新的廠房，就是為了整個華為他們現在新做的有關於升騰晶片，那這個生產力，而且各方面雖然沒有很精細的消息傳出，那麼至少在中國大陸的內部當中傳出來是，他們無論事實上在整個良率或各方面符合華為的升騰晶片來講的話，是可以大批的量產，而且渴望可能是未來1-2年內對於大陸內部的這些大模型的需求可以供應到一定的地步。好，所以這是什麼概念？就不只是華為自己的升能晶片、寒武紀，他們能做自己晶片，輸你 NVIDIA 的晶片沒錯，但問題是晶片可不是買一個算力很好，它就是前面我們講到 Blackwell。其實你如果用整個 NVIDIA 晶片，你就要在它的這個 Blackwell， 當然2026年有最新的叫 Rubin， 在它的這個系統上，你在寫所有的算力，你就要被 NVIDIA 晶片給綁死，未來你所的軟體就要在上面寫。所以中國大陸其實不只是一個算力的晶片，還有整個它架構的系統要在哪裡。那華為升騰是中國大陸自己的，就沒有各方面的問題。所以我想，不只是華為或中國大陸的這些大模型，我們剛剛講到富士康這些公司，乃至中國大陸的戰略，它不可能再把未來 AI 的長期發展軟體寫在NVIDIA 的晶片上面嘛，然後受制於你 NVIDIA， 对不对？以後只能買你 NVIDIA 的晶片而已。這其實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更不要說華為現在對於它的升騰晶片，它所採取的光子跟這個 cluster 集成，也就是說大面積的堆積到幾萬片在一起，總加起來的算力要遠比現在英偉達的部分 NVIDIA 的晶片個別厲害，可是呢個別跟個別之間還沒有辦法用光子的部分通訊，這邊還是其實是落後的。也就是說，打群體戰，華為的晶片不會輸了哦。所以一直現在來講，即使美國有意開放 H200的晶片，無論是善意也好，無論讓 NVIDIA 來講，其實可以稍微還是滲透一下中國大陸的市場，我覺得中國會買的幾率非常低。好，本來美國視為這個晶片是他們的這個王牌哦，不過現在看起來大陸已經掌握了話語權，靠着這個科技晶片上面的自主哦，可以自己來掌握話語權了。那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手上的王牌又能不能克住美國呢？也就是稀土，美國有沒有辦法自己掌握話語權？我們也持續來看到，因為目前呢，中國手上握有的關鍵稀土是超過全球的1半的這個產量的，儲量是4400萬噸，那美國只占不到5%，是190萬噸。稀土之所以重要，因為呢，它用在戰爭當中，包括飛彈啊、戰機、晶片都需要。紐時現在也指了，不是有這個美伊戰爭啊、中東戰爭，現在美國的軍火要靠的，補它的軍火要靠的就是中國。尤其每射1枚的飛彈，就更依賴大陸的稀土。甚至呢，我們看到這個價格也是差非常的多，成本差距，飛彈材料哦，中美之間差了250倍，也難怪美國這麼需要大陸的稀土。一方面是要來看說未來軍力的消長狀況，一方面也要來看美國的軍事優勢可以維持多久。酈將軍又怎麼看？首先我先解釋一下，我們剛剛前一節在討論，這2國元首這次見面之後，那2國元首共同都同意，美中要一個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那我想說這句話其實就代表了為什麼中國願意把稀土跟這個美國的不管是貝克威爾的晶片或者是艾斯摩爾的光刻機來做一個彼此交換。所謂建設性，就是我們相向而行，就像是2個選手在比賽，我們2個到底要比的什麼？是拳擊賽呢，還是賽跑比賽？賽跑比賽彼此之間是互相競爭的拳擊賽是互相肉搏。那我相信所謂相向而行，就是
建設性的相向而行，就是我們2個在同一個跑道上面，我們比看誰的速度比較快，我们不要互相死绊着绊對方的腳。那第二個就是戰略的，什麼叫做戰略？就是大的方向叫戰略。我們講戰略下面指導戰術，戰術指導戰鬥哈。所以你要有一個戰略，戰略就是大的方向。所以我們認為大的方向來講，美中雙方都同意相向而行。那最後當然是這個方向一定是一個穩定的關係，而不是互相爭鬥的關係。所以我覺得在這種原則之下，那當然雙方來講，你可以說是這個互相的交換，彼此互取所需啊。所以我認為中國在這個時候很清楚知道美國需要稀土這個元素，因為現在不管是我們都知道 AI 晶片啊，或者是電力、電動車、風力發電啊，甚至於科技的元素，甚至最重要的是軍事方面來講，都遠遠需要稀土這一類的裝備。那光鋅這樣東西哈，光鋅這樣金屬，在中國的大陸的原產地，它的價位大概2塊錢美金，但是到了美國現在變500塊美金，你就知道稀缺到什麼程度。因為如果說沒有這種鋅，你的飞彈就做不出來。但是這是很明顯的，在俄烏戰爭，美國支援給烏克蘭的，或者是在這次伊朗戰爭支援給以色列，或者是中東海灣這些國家所用的導彈，不管是戰斧型這攻擊性的，或者是愛國者防禦性的，這種導彈消耗量都非常大。那媒體也估計嘛，最少要5到6年才可以補充完庫存，所以他急切他要做這個飛彈出來，要做這個飛彈就一定要有鋅這種元素。我想說中國在這方面，那我可以給你這個鋅這種稀土元素，但是相對的，我們同樣都是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的話，那是不是美國我們彼此有個交換？那我國家現在需要的是艾斯摩爾這個設備，那我覺得這個很明顯。如果說是你美國不再卡脖子的話，中國可能自己就發展出來了。那甚至於貝克威爾晶片哈，這個甚至於不管是 H200，就是所謂高階的晶片，會不會中國自己在自己的架構之下，這個它就可以生產發展出來？所以美國在這方面可能都有這種認知。與其我讓你自己發展出來，不如你將來是你的科技發展在我的架構之下。那中國是不是也是同樣這種原理？就是說你可以做出你的飛彈，可是你的飛彈將來一定是在我的稀土控制之下才能夠做得出來。我覺得基於這彼此這個互取所需了，我覺得是後續來講，我們看到我認為川普在回到國內之後，會對這方面做出更大的一個說明。好，那同樣的問題，張將軍又怎麼看呢？我認為這個稀土，因為中國大陸在稀土的儲量還有生產量，就是提煉出來，然後另外一個銷售量都是世界最多，4400萬公噸，大概佔全世界大概1半。因為全世界現在感覺到又經過調查，因為本來是9000萬公噸全世界的儲量，要經過調查，可能還有現在感覺到現在已經超過1億噸了，這儲量。因為有的現在科技進步，經過這種太空雷達，這個地方只有稀土可以定位的地質探勘是這樣。那畢竟到目前來看，中國大陸的產量它是世界上第一，因為這個包含的技術跟環境污染的控制，還有放射線，這個都要很謹慎。所以中國大陸它就做3個，第一個以後要買稀土程序，你程序要去填那些單子，這是中文，這個程序就會把你做卡關。第2個卡關呢，數量，你要買多少數量，不是你要多少，沒有，這是有數量做管制的。那數量管制，美國的軍工生產的速度就降速了，因為我们的你军工生產，你有機器、有設備、有人才、有廠房，但是你們原料就是少，這個是戰略物資。中國大陸把稀土當作戰略物資，稀土總共17項元素不等嘛。剛剛酈將軍也講，那鋅只是其中的一種而已，你總共有17種。所以中國大陸這邊管制之後呢，美國就要降速。我們看美國要做一架 F-35，我們叫雷達、火控系統，還有包括它的發動機，還有伺服器，還有通信設備都要稀土。總共一架 F-35用了多少？408公斤，这一架飛機啊，你用了各種的稀土，用了408公斤。我們看一個神盾軍艦，神盾軍艦是從7000噸到14000噸不等，看大小。那我們拿1萬噸來的神盾軍艦來看，神盾艦它要稀土的各種，因為它包含它的主機，包含它的相位陣列雷達，還有通訊設備，還有電站設備，哇，那麼多總共需要光做一架神盾軍艦要2300公斤稀土，哇，那麼多那你的軍工生產速度都要靠稀土啊？那中國大陸從這個地方一管制，是不是掐到脖子？那我認為中國大陸現在已經知道，這是個戰略物資，幹嘛要無限制供應？所以現在面臨一個情況，稀土價格飛漲，因為物以稀為貴嘛。你一做管制，那就
物價就整個高起來了。那美國的軍工的，你看它的生產的成本是不是就居高不下？也變成這個狀況。所以因為來看到現在為止，全世界你包含巴西也有稀土啊，馬來西亞也有稀土啊，越南也有稀土啊。那為什麼？因為提煉技術跟裝備的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不是有稀土就可以做提煉。所以中國大陸這一方面，它的卡脖子或者做一個總量的管制，也控制了相对間接控制了美國軍工生產的速度。